90年代的香港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件，只要将一包神秘的粉末倒进一杯牛奶里，等待30天之后呢，就能领到一笔钱。有些人用这种方法，不到1年的时间内呢，就赚了很多钱。12月3號參加嘅，咁我到目前為止咧，都賺咗40幾萬。這麼好的發財機會，如果是你會不會跟着他們一起做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海岩，歡迎來到海岩說案。今天呢，我們就來說一下當時轟動一時的牛奶中菌案。90年代的香港沒有現在發達的互聯網，人們獲取資訊的方法呢，一般都是通過電視和報紙。1990年4月，有一位叫華氏的澳洲籍男子在香港開設了一間名字叫百勤力的公司，並且聲稱代理了瑞士化妝品品牌333系列的化妝品。而這種化妝品的原料呢，需要一種叫做酵母元素的東西，而這種神秘的酵母元素的培育也非常的簡單，只要將一包粉狀的種子放到一杯牛奶裡面，然後用保鮮膜密封，放置30天之後呢，這種酵母元素就會在牛奶的表面生長出來。百勤力公司呢，邀請廣大群眾來種植，而參加種植的人被稱為種植者。想要成為種植者呢，首先要向公司購買種子，種植之後得到的酵母元素再送到公司，由公司來回收。公司呢，會將收集到的這些酵母元素送到瑞士總公司加工成化妝品。種植者不需要什麼技能，有手就能做，而且呢，回報率非常的高。購買種子的價格呢，有3種檔次，分別為32000元、16000元和8000元。當然了，一次性購買種子越多，最後得到的利潤也就越多。如果一次性購買32000元，那麼每個月就可以獲得5000元，一年的話總共會收入6萬元，年利潤能夠達到87.5%。而且呢，越早加入的話，還可以邀請其他人加入一起賺錢，也就是發展下線。每發展一位下線，那麼就可以得到4000元的佣金。如果下線再發展下線呢，那麼還能分到下線的佣金。也就是說，下面的發展的下線越多，作為上線的你賺的錢也就越多。另外呢，種植者還能在公司裡用很低的價格購買333系列的化妝品，再高價賣出的話，又能賺一筆。當第一批人賺到了真金白銀之後呢，很多人就加入了這個賺大錢的計劃。據統計，從1990年4月到1991年6月，總共超過2000人加入。如果每個人都購買了32000元種子的話，那麼購買的總金額已經達到了6400萬。公司老闆華氏還定期給種植者們開會，定期向種植者匯報公司的經營狀況，實際上呢就是定期洗腦。在這期間呢，的確有很多人賺了錢，甚至有人已經賺到了購買1層樓的錢。12月3號參加嘅，咁我到目前為止咧，都賺咗40幾萬。在會上呢，很多種植者都非常的興奮，對未來賺錢充滿了信心。很多人在自己賺錢之後，把親戚和朋友也發展成了下線，有錢大家一起賺。隨着加入種植計劃的人越來越多，百勤力公司呢也越來越有名。同時呢，也有很多人開始懷疑這個計劃的真實性。隨着加入牛奶種菌計劃的人越來越多，電視台呢也開始關注這個賺錢計劃，並且呢還專門做了一檔電視節目。在節目當中呢，主持人提出了幾個疑點。第一個疑點，百勤力公司既然需要那麼多的化妝品原料酵母元素，那麼為什麼它不自己建廠房生產呢？有人專門計算過如果公司需要15000杯酵母元素，那麼需要的廠房和相關設備以及工人的工資開支等等，每個月需要支出大概10萬元。而公司購買種植者的酵母元素同樣是15000杯的話，需要支出150萬。一個是10萬，一個是150萬，每個月公司需要多支出140萬。這個公司不是在賺錢，簡直就是在做福利啊。對於這個疑點呢，公司的回復是公司財力雄厚他不在乎。公司因為嗰個後台嘅財力係強，所以去支持你賺錢。這話的意思呢，就是說公司不差錢，大家一起賺錢更開心。第二個疑點呢，公司在回收種植者酵母元素的時候呢，根本就不做質檢，就不檢查品質。之前也說過了，種子需要在牛奶裡培育30天，記者呢也專門培育了40天，再去找公司交貨。交貨的時候呢，回收員並沒有檢查，直接就放到了一邊，在沒有任何的交貨證明的情況下，匿名職員立刻給開了支票。第三個疑點呢，所謂的酵母元素經過政府的化驗呢，發現裡面只有脫脂奶粉，
被放置30天之后，牛奶正常的发霉发臭啊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酵母元素。经过调查呢，百勤力公司在湾仔和荃湾的写字楼不属于公司，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百勤力公司啊，只是一个空壳公司。记者还将种植者签署的合同啊咨询过律师，当时港大法律系讲师刘慧华曾经说，合约里的约定，百勤力公司可以随時终止合同，公司有權不再向種植者收購酵母元素。對於種植者而言呢，根本就沒有任何的保障。如果公司話即根據合約，而家我唔同你買啦，咁嘅時候呢，佢可能係即冇相從。這麼多的疑點呢，也引起了香港警方的注意，警方呢也開始調查百勤力公司的運作。1991年5月10日，警方以涉嫌诈骗为由逮捕了華氏。刚开始保釋金是50萬，後來呢降到了30萬保釋金。10天之後，也就是1991年5月20日，百勤力公司召開了緊急會議，並且邀請了1000多名種植者參加。在會上，公司表示現在做的生意是讓大家一起賺錢的生意，過去呢從來沒有人這樣做過，所以有很多人質疑是正常的，並且呢公司表示會接受電視台的採訪，接受所有人的監督。會議的氛圍很是熱烈，很多種植者呢更加堅信牛奶種金計劃，堅信會得到豐厚的回報。1991年6月8日，百勤力公司呢邀請了電視台記者參加公司的種植者大會。華氏在會上對於警方逮捕的事情呢表示他很開心，因為警方將保釋金從50萬降到30萬，說明警方知道自己犯了錯。I am quite sure。佢而家好肯定咧，雖然仲有調查科，佢本身知道咧自己犯咗個好大嘅錯誤。並且華氏還在會上一一回應了記者之前提出的多個疑點。現場的種植者們全體站立鼓掌，更加堅信跟着華氏能夠賺大錢。在會上呢，很多種植者排隊給華氏獻上鮮花，而且還有中年阿姨上台為華氏獻歌。百勤力華氏先生係經得起考驗，只有我們的心堅定。百勤力華氏先生，我們愛你直到永遠。會議的最後華氏表示公司需要調整2個月，2個月內暫時停止回收酵母元素，2個月之後呢會繼續正常回收。現場的種植者們大多數都表示同意。當記者採訪現場的種植者的時候呢，種植者們非常的亢奮。我對老細100%嘅信得過老細，我就一向都真係好中意無線嘅，即係一個公正嘅電台。但係想唔到今次即係唔知點解會聽埋一邊咯。甚至有人指責電視台阻礙了自己賺錢。你哋唔好顧到我哋廣大種植者嘅利益嚟報導，使到我哋生意損失，就是公司損失，我們也損失。本來我們這個月可以發展10幾個，給你們一講，他們能搞晒，你要負責。還有人表示，這個生意比買股票都要賺錢，不止他自己要做牛奶種菌，而且呢，他打算9代人都要做這行來賺錢。我哋做呢啲少少嘢3萬幾人抌落嚟，你唔通等下買股票啊？買匯豐買咗幾多股啊？金融買長江買咗幾多錢啊？係咯。我而家第日我個仔都跟住佢做嘅，你明唔明？9代我諗住。現場的人們情緒高漲，大家都覺得以後能發大財，對未來充滿了希望。但是呢，僅僅3天之後，事情的發展讓人們措手不及。1991年6月11日，距離上次開會僅僅3天，百勤力公司突然宣布停止運營，很多種植者來到公司想討回資金，但都無功而返。根據警方的消息，百勤力公司停運的同時，老闆華氏已經離開了香港，逃往菲律賓。而百勤力公司停運後的2個星期內，警方接到了700多宗的報案投訴，涉案金額高達2000萬。種植者們自發成立了種植者權益關注會，並且多次召開記者招待會，希望官方能夠幫助追討被騙的資金。最終呢，華氏被捕，被判了4年9個月，人被抓住了，但是錢沒有追回來。牛奶種菌詐騙案呢，以低門檻高回報來吸引投資者。在電視台曝光了那麼多的疑點之後，依然還會有那麼多人上當。實際上呢，就是太過貪心了，只看到了高利潤高回報，而打心裡他不願意相信這是一個騙局。
这种类似的骗局呢，实际上还有很多。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的美国，叫庞氏骗局，它是金字塔骗局的始祖，是一个名叫查尔斯·庞兹的投机商人发明的。1919年，查尔斯·庞兹虚构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企业投资项目，并许诺投资者将在3个月内得到40%的利润回报。然后呢，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，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。由于前期投资的人呢，的确得到了高额回报，他在7个月之内就吸引了3万多名的投资者，直到1年之后，人们才清醒过来。后来呢，人们就用他的名字给这个骗局起了名字，叫庞氏骗局。这种骗局呢，让人防不胜防，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这样的骗局，而且还是有很多的人上当受骗。如果不想被骗的话，实际上这个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永远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能砸到自己，就算万一被馅饼砸到了，那100%都是骗子。不贪心就不会被骗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，感谢收看，别忘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